相拥26000里啊。我有一位朋友，最开始只是因为月经不调去看医生，医生给了点激素类药物，朋友吃后产生了胃痛，他又去看了医生，医生给了他治胃痛的药，这样又让他头疼，接着又吃了治头疼的药，这又导致了免疫力功能异常，又吃治疗免疫力功能的药。那之后，我朋友每天要吃10多种药。不久之后，医生给他戴了个环，在戴环的过程中帮他检验了子宫组织，然后告诉他有患癌症的风险，需要切除整个子宫，而且强调如果不把输卵管一起切了，以后依然有可能患癌。他说他相信医生的判断，已经决定做子宫切除手术，只是还在思考是否留下卵巢。我觉得月经不调，中医没有切掉器官，好像也能治啊，是不是西医真的不行呢？西医在救死扶伤和延长人类寿命的层面上，对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尽管目前对绝大部分病毒依然毫无办法，但是消炎和手术却是了不起的发明。只是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下，诞生了一些没有医德的行为。有些医生是明知故犯，有些医生却是真的是犯了错也不明白。至于你这位朋友，如果真的只是月经不调的问题，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是不需要切除子宫的。随着微创手术的盛行，现在因为胆结石直接把胆囊割掉的也有相当一部分的人。怎么样才算没有医德呢？医德是一个医生的基本道德，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对患者过度治疗是常见的没有医德的样本。不以人为本，只是为了把病治好的医生，也是一种没有医德的表现。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过度治疗，例如一个人各种基本功能已经丧失，但依然依靠机器让他成为植物人。没错，这对于家属的情感来说是一个希望，尽管希望渺茫。但对于患者本人来讲，他真的愿意承受着各种痛苦，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思想清醒但无法表达，甚至脑损伤，已经失去了意识的活着吗？活着的人总会有点小毛病，这就是人无完人的定律。例如感冒、轻度发烧等轻症，是人体锻炼免疫力的好机会。人是拥有一个完好的自愈系统的，例如伤口的愈合就是只能靠人体自愈，没有药物能够让伤口迅速愈合。那怎么样判断一个医生有没有医德呢？医生面对病人通常有2种表现，一种医生为了免责，通常会把病情往严重的方向说；另一种医生为了让病人更好的生活，会把病情说得很轻。这2种说法都不违背医德，但是如果把病情说得很重，不顾病人的生活质量，通过增加病人的检测和筛查，来使病人多次复诊获取利润，或者增加病人的服药量，甚至让病人中断身体功能，如吸毒般终身服药，再利用长期服用药物导致的副作用，继续重复以上流程，直到把病人的金钱、时间掏空，如同吸血鬼一般，那就是没有医德。有些疗法会让病好了，人也死了，对，死了就没病了。有医德的医生通常会安抚病人的情绪，以避免产生更加严重的情志病，然后做出诊断，让病患尽快康复。如果确定康复无望，也会做好临终关怀，提升病患的生活质量，并尊重患者的个人意愿，更改治疗方式来处理医患关系。我们都知道药物都是用来治病的，它的有效性也是有目共睹的，为什么会和过度治疗有关呢？玛格丽特·麦卡特尼写的《病患悖论》里面说到，巨大的利益驱动下，有些药厂甚至通过欺瞒数据、隐瞒副作用、夸大治疗效果而获得巨大的利润。例如艾利根公司、默克公司、阿斯利康制药公司等就曾多次被罚上亿美元。其中阿斯利康制药公司曾因为隐瞒斯瑞康的副作用，市场价值300多亿美元，最终仅仅是赔偿了患者1个多亿美元了事。药物的巨大利润使得过度治疗达到了有点丧心病狂的地步。根据美国2012年的数据，过度治疗占整个治疗费用的1/3。身体检测和筛检不是为了更好的预防疾病吗？检测和筛检会给你一个概率的概念，而这个概念或许会让你成为受害者。例如一种筛检的准确率是90%，假设1000人里面有1%是患者，也就是说有10个是确诊的患者，而这是个人参与筛检，只会有1个人被误诊。如果是1000人同时参与筛检，就会产生100个病人，也就是说整整有90个人被误诊。只要你参加筛检，你就有10%的概率被误诊，这就是筛检带来的危害。毕竟目前还没有100%概率的筛检，而且身体的筛检方法有相当一部分是直接给身体带来伤害或者痛苦的，如子宫颈检测、胃镜检测等。这并不是说不赞成身体的检测和筛检，但做这些检查之前，自己必须先确认身体有没有不适，不适的器官是否和筛检相对应。对于疾病，我通常会看专家教授的文章，看病也只是挂专家的号，这样风险会减少吧。这让我想起了最近火爆网络的一首歌《罗莎海市》。罗莎海市里面说到，罗莎国以丑为美是现实，而以美为美的理想国是海市蜃楼。刀郎作为一个实干派，光盘卖了280万张，远超一般的专家以及偶像。但在专家的打压下，消沉了10年。人们都不是傻子，但为什么几个专家就可以把一个粉丝比他们多几倍的人说几句话就打压下去呢？那是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崇尚权力与金钱的社会，因此专家教授们都会被盲目的信仰。
做不到拥有权利就迷信权力的获得者是最快消除自卑的方法。20多年前，专家们曾经说过，人每天要喝8杯水，动物脂肪是3高的始作俑者。今天专家们又说，喝太多的水会产生脱水低钠症，而猪油是最佳的健康食品。如果你信，你就残害了自己20年，失去了养生的机会20年。当然，大部分的专家教授们都是有良心的，而正是这些有良心的专家教授们，给了那些没有医德、沽名钓誉的一小撮图利之徒的所谓专家有了可乘之机。因此，不要只看头衔，还是需要看一个医生的医德。那么，怎样面对疾病才是正确的呢？通常，有些疾病是不需要治疗的，例如偶尔的瘙痒，甚至会产生愉快的感觉。如果影响到生活了，才需要去处理。一般阳症看中医，阴症看西医。中医把人体看成是一个整体，认为身体循环系统运行不当才会有疾病；西医认为因为某个器官出了问题，才导致了整个身体的不舒服。中医以人为本，西医以病为敌。小的疾病可以帮助增强免疫系统，通常人体的自愈功能就可以解决，但生死相关、器官受损等可见的疾病就必须要看西医了。除此以外，通常看中医比较靠谱。